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近期美股涨跌不一，是风险还是机会？芯片战场效应再起 ，AMD 3日狂飙43%，创9年纪录，而博通技术面止跌，二次加仓能否再次出现启动行情？同时，扣位的波段买点又出现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呢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3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第一部分，我们还是照常讲一下有关于指数的一个分析。在第一部分当中，阿哲还是会讲一个有关于 K 线的分析技巧。最近出现了这种阴阳交错的一个形态，我们可以用这种形态来判断出市场后续的变盘的方向，它的选择会在何时出现。在第二小节，我们还是会照常讲一下有关于今天之内关注的支撑和压力，包括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同样会给到本周周四日内关注的一些支撑和压力点位。对于指数环境明白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都会讲到有关于个股的解析，分别会讲到特斯拉、HMS、APP、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eer、TR、Coin、TR、Core、苹果、FIG、Meta、MSTR、谷歌、亚马逊以及 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需要有一个温馨的提醒，你会看到目录当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阿哲的视频时长一般呢也会偏长，所以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或者说您不是每一部分都感兴趣，那么阿哲建议大家可以点击视频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段落。阿哲呢，把每一只股票所对应的时间都已经划分好了，大家点击对应时间就可以跳转到对应的一个内容了。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所谓的阴阳交错模型。这一个阴阳交错模型的 K 线使用技巧其实很简单，当市场出现了阴线、阳线连续循环出现，而并不是连阳连阴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用这种方式去关注它，在个股和指数当中都能够使用，都存在类似的一个规律。像曾经的行情走势，你会发现正常的一个波动啊，它应该是有连续的阳线，亦或者是连续的阴线。但当市场出现了一根阴线、一根阳线，而后又是一根阴线、一根阳线，这4根 K 线它是完全不同颜色的交替出现，那么这叫做阴阳交错。而阴阳交错模型它产生之后，就说明市场当中目前出现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而在这种平衡状态当中，市场是不太好把握方向，而市场的方向也容易在这种平衡被打破之后产生。我们需要去看到的是，当前市场也是阴阳交错的一个状态，它何时会改变方向？那么方向又会往哪边去改变？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关注的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怎么去使用它。当市场出现了连续的阴阳交错，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行情，它出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好，只要构成4天交替出现了不同颜色，不管涨跌，只要颜色不同就行。那么就说明当前市场进入到了阴阳交错的平衡当中，而后续只要依旧保持每天都是不同颜色，它都跟昨天是交替的颜色，那么这就说明这种状态一直在维持，直到这种状态被打破。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呢？它一直都保持跟昨天不同的颜色，那么打破这种状态就要跟昨天出现同一种颜色。那么当时的这根阴线还有这根阴线，就意味着它走出了阴阳交错的这种状态。而状态一旦打破，一旦脱离，出现打破状态的这根 K 线呢，就是一个变盘 K 线。而这一天如果前期是下跌的，而当天又有一些止跌现象，那么它很容易是一些变盘低点 K 线。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向去判定，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判定，如果后续股价能够突破变盘 K 线的高点，而不跌破它的低点，那么这一天也更加容易确认它是一个低点变盘。那我们继续呢往后去看，这里呢是变盘看涨，那么在这一天开始又出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又是交错运行。好，交错运行，只要今天跟昨天的颜色不相同，它就依旧保持在这种平衡状态。而看到这根阳线，它是不是跟昨天的颜色相同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平衡被打破的状态，它是变盘点，它虽然高点在第2天被突破，但是后续又重新跌落，把它的低点给打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向上波动了一下假突破，
真跌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变盘看短线的调整，短线下跌。后续我们再往后去推移，这里是一根阴线、阳线、阴线、阳线，是不是又是交错的状态？而后第2天，而后下一个交易日，它又是一个同色阳线。那么状态打破，它是一个变盘 K 线，股价第2天突破，而后没有再去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方向依旧变盘看涨。那么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技巧，可以快速判断出哪一根是关键的方向性 K 线，突破看涨，跌破则市场容易走下跌。但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上破下窜的这种动作，那么市场的变盘方向呢，就大概率走为震荡。那个时候需要更进一步去判断方向。那么当下的市场是处于一个上涨行情，上涨行情出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好，4天交错运行，说明市场构成了颜色交错的变盘。那么我们就需要看一下何时会脱离这种状态。比如说今天如果收一根阳线，那么变盘 K 线的高点被突破，则延续看涨；低点被跌破，则延续看跌。那么反之，如果今天是阴线，那么它的变盘方向就会延续下去。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观看 K 线颜色来判断方向的一个方式。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呢，你会经常发现它可以去使用，并且效果呢大体还是不错的。所以目前又出现了这种现象，我们依旧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角度去分析市场，去等待变盘 K 线出现，而后小心后续的方向选择出现。以上就是第一部分阴阳交错的模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小节，是日内的撑压。今天周四盘中我们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那么目前看到这一个图板，有关撑压的点位是阿哲呢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进行测算计算，然后公布给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的。现在我们看到左侧的盘前广播信息，这是10月8号阿哲呢写给我们的订阅同学的。关于这一则广播，那么只要您是我们订阅同学，特别是刚订阅同学，只要您是我们的粉丝订阅同学，您就会有1个月免费能够领取到这条信息的一个权限，也算是一个粉丝订阅的福利。您只要去找到助教老师，那么跟他领取这个盘前广播的一个福利，未来1个月您就可以每天看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那么一般呢，阿哲会在盘前广播信息当中写到市场的一个指数分析还有个股短线和波段的一些看法，每天都会有所更新他们的一些点位的判定。像昨天的市场出现了再次的乌云盖顶负阴线，所以市场当中呢本来构成了 K 线是看跌的一个信号，而日线看跌，除非呢市场再次出现反包的突破。在昨天的指数分析当中，阿哲呢有讲到有关于30分钟的一个看法。30分钟呢有一个关键的支撑位22,718.76，这个点位呢不被跌破，市场就不构成有效的趋势的转向。而如果30分钟能够收盘突破22,807.81，那么市场将会再出现趋势的绝处逢生行情。最近的这种阴阳交错走势让市场走势变得有点反复，但目前还是以多头占据优势，趋势并未发生改变，30分钟也还是走势良好。目前大家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30分钟图表。那么什么叫做绝处逢生？那为什么昨天有一个关键的支撑和关键的一个压力呢？所谓的绝处逢生行情是在趋势走为上涨的时候，它出现的一些比较深幅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呢，一般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它跌破我们的关键的趋势支撑，一般不会跌破超过2根 K 线，或者说在跌破2根之后，它容易出现止跌的行情。比如说当前期这里刚刚反转向上时，市场出现了下跌，破了紫色飘带。那跌破之后，它只要出现2根收阴下跌，或者说收盘价在飘带支撑之下的 K 线，那么这种 K 线呢，它的第2根的低点就是一个支撑。只要这个支撑不被跌破，市场反向突破它的高点，那么就说明它只是一个升幅的洗盘，而不是趋势的反转。在上涨图中呢，比如说这里跌破第1根，跌破第2根，第2根低点不被跌破，高点被突破，这就是一个绝处逢生的上行行情，而市场在这里就产生了低点，而不是延续的反转下跌。那包括昨天关键的 K 线是谁呢？跌破的第1天，跌破的第2天。那昨天阿哲盘前的广播给到关键低点就是它的低点，关键的高点是它的高点，市场呢没有跌破，所以并没有衍生出30分钟波段下跌，而这一波只是一个砸盘的概率就比较大。后续市场在开盘突破了它的高点，那么反向走出了再次的趋势自救的绝处逢生行情，而目前又形成了一个30分钟紫色飘带，所以当下呢依旧短线
在30分钟还是看涨的，只是在日线上呢出现了阴阳交错，所以呢我们关注日线方向，同时也可以保持30分钟的短线看涨。除非当有出现某一次行情的下跌，跌破2根飘带之后还不止跌，继续下跌，那个时候就比较小心，它可能脱离了砸盘的区间、砸盘的范围。所以这是昨天我们所给到的关键的点位的由来。所以昨天开盘突破，所以呢依旧出现趋势的绝处逢生买点。这里呢短线日内依旧是个看涨点。那么关于这种观点，阿哲在每天盘前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去更新。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部分要重点去提到的就是这个预测的点位了。阿哲一般呢会在盘前广播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标的它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在盘前去写到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用这些点位？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和阿哲盘前所给到的价格去对比。如果当天收盘价是高于高点的压力之上，说明短线多头突破压力，那么日线容易构成走强，多头依旧做多即可。而压力位的突破，阿哲一般会在 K 线底下标记一个绿灯，那么绿灯的产生就说明当天压力是被突破的。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说明空方走强，容易出现多头走弱。而这种情况下，做多的同学要小心，甚至要做一些获利兑现、减仓行为。所以，当市场由绿灯转为红灯，说明股价由多方强转为空方强，这个时候要减仓，亦或者要小心市场的一个下跌风险。只有市场再次由红灯转为绿灯，我们再保持相对积极的看多；反之，一直红灯将一直谨慎做多，甚至不做多。所以这是红绿灯给到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当下的行情呢，我们一直在每期视频和每天的盘前当中去跟踪，就都有跟踪这个红绿灯的变化。只要市场是处于连续性的绿灯行情，那么我们就积极看多。当市场有红灯出现，就小心它要出现调整了。这个时候要相对的进入防守的状态，不要盲目加仓，直到再次出现连续的绿灯。绿灯的出现，绿灯的产生，意味着我们短线可以继续做多。那么当下不太好的是，因为阴阳交错的产生，所以它产生了很多个红灯和绿灯的交错运行。所以30分钟目前短线依旧看涨，但是日线上呢，我们不要随便的再去做多，我们更多的是要等待变盘 K 线的产生和方向的选择。而目前如果是绿灯，那么就依旧保持看涨，转为红灯的话呢，再作为防守。而只要这个地方连续出现2根绿灯，那大概率呢就会脱离这种震荡的行情，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短线市场。而今天怎么样才能够保持绿灯而不转为红灯？我们需要关注2个点位，一个是预测的高点压力23144.11和预测的低点支撑22944.39。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预测的低点这个值，那么它就会转为红灯，说明市场呢依旧涨跌不一，整体多空之间还是处于平衡。所以在这种区间之内，我们就尽可能短线上就不要乱动了，因为它确实方向不明显。如果要做短线，可能不能以日线为标准，而是你看好30分钟的趋势。反之，如果今天是在这2者之间收盘，亦或者收盘价突破23144的话，那么这里就会转为一个绿灯，或者说保持无灯，那么就说明多方呢慢慢的又再一次的回归优势，而并不会立刻又转为红灯。所以呢，我们最好今天依旧收盘是绿灯或者是无灯的状态，不要再跌破预测低点，那样的话又是一个红灯，那这个呢就是还处于比较明显的震荡。今天只要再出现一根绿灯，我们可以去判定它的方向很大可能后续还是会选择向上的。所以今天只要不是红灯，那么就说明多头慢慢的是有拿回优势的可能。后续的阴阳交错变盘点只要不被跌破，那整体市场我们依旧顺势做多即可。而这个点位呢，阿哲今天的盘前广播也会更新上，所以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关注。如果您是一位订阅同学，特别是新订阅的粉丝同学，您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每天盘前关注到这个点位以及阿哲的一些其他的盘前的观点。那么阿哲简单告诉大家如何能够领取得到。您呢可以点开底下的一个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去发布的，在置顶评论中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您只要点击那条链接，您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助教老师。而后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一般您给他发送一个盘前2个关键字就行了。他看到之后就会知道您是粉丝订阅同学，您是新同学，需要领取每天的盘前广播。
但如果您觉得点击评论区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点击这个感叹号也同样可以快速找到助教老师。那么这2个途径都是 OK 的。新同学还未联系助教的，可以抓紧时间找到助教领取订阅粉丝福利。而这个订阅福利呢，远不止我们的盘前广播，我们一般订阅同学会有2重的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盘前解析阿哲的一些观点和个股的一个分析。内容算是短期内能够为大家提供些许的帮助，但阿哲觉得，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您应该对于技术分析更为感兴趣，想要把技术分析可能更好的去掌握和学习，所以阿哲还准备了另外一重福利，就是专门的学习课程，进阶的内部直播课。我们的公开频道、公开视频一般呢是讲行情解析，但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精深的技术分析的知识点，我们是不会公开去讲解的。您必须得要订阅阿哲频道，而后找到助教，才能够参与我们内部专属于订阅同学的一些培训课程。这些会对您的学习更有进步促进的效果，会让您更能够去掌握到技术分析的一些分析技巧。比如说，我们看到本周的课表一般呢，我们的内部课程在每周都会有更新，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本周我们将会讲到视为操盘体系的价量时空的全攻略，通过价量时空4个维度去解析技术分析在股市当中的应用。那么像这一周的课程已经来到了尾声，如果您是今天才订阅阿哲频道，关注阿哲的视频，如果错过了前期课程的一个教学，那么也不用担心，我们每一节内部课程，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都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回放课，都可以找到助教领取回放，再次的学习。下周的课程呢，您也可以及时的参与去报名。所以呢，如果是订阅同学找到助教之后，您除了盘前解析可以去报名领取，也同样不要忘记报名听我们的内部课程。以上就是第一部分有关于指数的分析。那么目前对于指数的日线，我们有了一个方向性的研判技巧，阴阳交错变盘点还未出现，等待它的出现。而日内撑压目前告诉我们是绿灯，所以短线维持看涨30分钟，不要去跌破趋势带。那么整体短线目前还是占有多头优势。今天只要不出现红灯，那么多头优势会进一步的巩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依旧维持创新高后的看涨即可。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个股的环境，在指数不走空、不出现空方再次占优的前提之下，我们个股去寻找做多机会会更加的轻松。那么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来到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关于特斯拉，我们前期给到的一个目标位是 462.21 目前呢在触及之后没有去有效的收盘站上，而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在一波加速之后出现了震荡，这呢是可以去接受的，因为市场很难去一直单边的运行，一直单边的上涨，资金呢也会有流动，那么消息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层面的反馈。那最近很多的资金可能关注更多的是芯片方面、科技股方面比如说 AMD 英伟达等等的消息，所以特斯拉这边的资金有所变得冷清，那么也很正常。但它整体依旧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而是出现了一个震荡，在相对的高点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乌云盖顶 K 线，而且是放量下跌，所以杀伤力呢有点强。目前的市场在这根 K 线之后出现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力度还能够接受，因为它整体的支撑并没有跌破前方这一个长上影线的高点。我们说过之前呢，它是一个压力位，而这个压力被突破了很多天，目前连续回踩都有支撑，所以当下以此作为波段的持股准则。如果有一根阴线收盘跌破它，我们做本次低位买入之后的一个波段止盈策略，当然是部分止盈，后续依旧不断看涨，但是我们要找到新的加仓点。目前它处于震荡，所以在有效跌破某些波段的持股点之前，短线上可能会比较的复杂。那短线呢，我们之前是做过一次负阴线后的买点，但是很快第2天打止损，那么短线目前就先不动，除非有更明确的一根阳线的产生，我们在短线看多。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上最近的表现。当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特斯拉的图表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个紫色飘带，它呢也是具备一定的宽度的，说明目前的上升趋势还是保持强劲，而趋势带呢具有支撑。当前的市场在出现放量的下跌之后，它出现了一个盘整，盘整过程在飘带的上沿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跌破一天涨上来，跌破一天又涨上来，所以这里有一个支撑在飘带上沿，飘带的上沿它目前是 436.865， 所以这里这个支撑没有被有效跌破之前呢，整体的风险是还不大的，调整整体量能也是缩量的，所以目前风险至少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方向选择之前。
那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阴线破掉这个飘带支撑之前呢，整体风险不算很大。而我们看到红绿灯的一个表现，它出现了2组的绿灯转红灯，绿灯转红灯，所以当前还在短线调整当中，没有走出比较好的连续绿灯或者说绿灯保持的状态。那么当下依旧是红灯的范围，所以保持调整，等待绿灯出现，等待下一个买点。下一个买点的话，可以看到这里，这一个阳线和阴线构成了一个绿灯转红灯，这是一个卖方，这个卖点，而同时它构成 K 线上的防守阴线也可以叫做倾盆大雨。那么我们这里的买点，它是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来佐证左边这根阴线的倾盆大雨是失效的，能够去看涨。在此之前，因为它是一个倾盆大雨 K 线，又是一个红灯 K 线，所以目前短线方向依旧调整继续，除非这根倾盆大雨 K 线的高点被突破，被收阳涨上，我们再去看涨，否则短线依旧看调整，波段依旧看涨。来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431.96， 高点的压力是 448.06， 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HMS。 目前所看的是 HMS 的图表， HMS 呢还是在消化上方的一个抛压吧，前期的这一个缺口的位置还是没有被完全的有效的回补，收盘价还是没有去涨上，当下在这一个区间的一半就遇到了一个压力，所以整体走势呢最近陷入了一个盘整，但是还是那一个说法，就是它的低点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抬高的，没有出现一波下跌把左低给打破，所以虽然说是加速之后走为震荡的一个上行，但整体的趋势方向还是向上为主，多方呢还是占据有一些优势，只是空方好像开始慢慢的有所反攻，但整体的力度还是可控。在这些点位上出现了连续的上影线，所以这个区间一半的空间还是有很大的压力，没有涨上，没有过去。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借助本次的上行能够突破这一个区间，那样的话呢，空间打开，继续看向前方的高点75、70左右的一个空间，这里呢将是下一个大的压力。那这个是目前的压力，这个压力的下沿呢是 55.52， 可以作为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当下是有效的，因为它在跌破一次之后快速的站回，跌破之后会快速的站回所以当前这里多空之间比较焦灼，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向上收盘站上的一个 K 线。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资金和动能。当前的 HMS 它在短线上也是出现了一个对于飘带的回踩，但是它的飘带是紫色的，170也是向上的，所以整体呢它的趋势还是向上的，只是趋势向上过程当中目前是走的一个缓慢的爬升，它不是一个加速所以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持股待涨，等待它趋势的一个确认上行会更好。目前在上行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下跌放量，这个放量 K 线呢跟特斯拉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倾盆大雨，也就是说没有创新高而后呢收盘价比昨天最低价低是一个倾盆大雨 K 线。这根 K 线后反弹，我们说反手阴后反弹很正常，但是你要小心一个动作，就是防守阴的高点无法被突破，这个地方就是防守阴的高点压力。如果反弹在这里遇阻，它必须要收盘站上，它这里是一根假阴线，如果假阴线出现第二天是收阴下跌，这里再去把防守阴的低点给跌破，那这个地方它就要走弱了，它要往100区去寻找支撑，这是不太好的现象。所以当下对于 HMS 这个阴线的高点一定要快速的收过去，今天不要走弱，一走弱往下调，它这里可能就会构成一个类似于下跌三法的动作，那么趋势容易因此更深入的去调整，这就会走弱，这是要小心的一点。而从短线的 K 线来看呢，目前是一个绿灯那么绿灯呢就维持短线看涨，这里如果走为红灯才小心，不走为红灯，那维持上行，它去突破的高点的可能性会变大。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57.605， 高点的压力是 60.695， 关注这2个数字。如果市场能够收一根阳线，把这个阴线的高点 58.93 给吃掉，最好是不错的实体阳线吃掉，这可以作为一个加仓的信号，短线继续看涨，算是一个短线追涨点。现在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的一个图表当中，你会看到也是处于一个很持续的一个紫色飘带的上行，紫色飘带上行170上行，那么说明它的中期长期基本都是向上看涨的状态，趋势上行要改变趋势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大跌可以选择大买，当然这个买点呢你可以用30分钟来去找到它的一些买入的信号，
也可以呢用日线等待它的一个买点。30分钟一根大大的阴线下跌之后啊，我们的这根 K 线呢就是一个白 K， 也就是最大量的这一根 K 线，在此之中的向上的运行，我们称其为大阴内的反弹。它除非能够站到大阴线之上，我们能够构成白 K 突破看涨。而在此之内呢，我们更多只能做短线的反弹，所以你要小心了。最近做多的同学，你不要去掉以轻心，它容易继续下跌的。它这里还不是一个日内的止跌行为，它在日线上呢就更不构成一个止跌行为。所以当下的股价走势30分钟，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那黄色飘带它出现了一个反弹有黄 K， 在这个地方说明30分钟反弹 APP 已经到了压力位。如果这里不能顺势直接站回到飘带之上，而后让飘带产生支撑的话呢，这里将是一个本次反弹的一个高点。它在日线上呢还不构成止跌，30分钟也不构成止跌，所以当下是一个内部结构，是一个震荡的运行。30分钟的飘带的压力目前集中在629.777啊，关注这个价位。而我们在日线上其实还没有任何的信号。为什么说没有信号呢？方向不明确啊，因为它是一根运线。运线我们说突破小 K 线的高点，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的小概率的一个看多点；突破大 K 线的高点，作为更高概率的看多点。这是两种日线的一个买点。当它当前小 K 线高点没破，大 K 线高点也没破，所以当下是属于下跌之后的反弹，而并不属于一种止跌的现象。在反弹的时候，它不止小 K 线没突破，同时呢，它也受到趋势飘带的一个压力。飘带的上沿目前是655.089，它被跌破之后反弹有压力，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而跌破一根之后，第二天是收盘站上，所以这里呢不是2号 K 线，它之后要么是往上去突破这根阳线，站上飘带，构成一个买点；再往上突破大 K 线高点，那么构成第二个买点。这两种呢都可以构成买点的信号。不太好的就是它如果出现这里滞涨无法收盘站上，反而往下继续跌破飘带的下沿，那么就会出现下跌反弹下跌。那么它这里你就要等2根 K 线，等2根破位飘带的 K 线会构成绝处逢生的买点，那一天被突破才作为买入信号。所以这是一个对于买点的规划，你要知道市场怎么走，你能够出现买点；市场怎么走，你的交易体系当中呢会构成一个风险，而很难出现买点。如果2号 K 线的低点再次被跌破，那么就说明 APP 的下跌空间会打开。而我们上期视频讲过，它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是哪里？是个缺口。这个缺口的一个上沿，这根 K 线的地方作为强支撑。如果走的是第二种情况，下跌反弹下跌，那么它就容易方向是往505.998附近去运行了。所以这个整体大家要去明白。目前呢依旧是个红灯，没有绿灯。我们来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603.6，高点压力是642.34，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 HMS APP 的一个分析。那么下一个部分，我们来到第3小节。第3小节呢是关于较多个股的一个分析。那么今天的个股标的当中，大部分呢就是阿哲平时所关注的标的，比较少呢是我们同学的标的。如果您是订阅同学，那么这里阿哲要跟大家去讲一下，如果您手中呢有一些股票是需要阿哲去分析的，一般我们在周2的视频当中呢是会去单独的解析，那么您呢可以在周6的视频去留言，那么阿哲会在周2的视频当中去进行单独的讲解。而平时我们周4和周6的视频，那么阿哲所解析的个股呢，正常会是这些个股，只有少部分会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天我们加入了一个 FIG 作为最近阿哲所关注的一个对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支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当下是对于一个前方的大的震荡区间一个有效的突破，因为它突破了左边的一个高点，而后呢进行了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整体量能是缩量的，而最近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并且出现了 K 线快速的反包，出现绿灯，所以这里构成一个紫色飘带上的买点。我们说市场的买点它应该构成的是顺势而为，阿哲比较喜欢的不是短线追涨，而是市场出现了上涨趋势由黄带转为紫带之后的回调。所以回调的时候去找绿灯，去找反包阳线去买进，是阿哲呢经常会去喜欢找到的。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博通、AVGO 以及呢扣位，或者说前期看到的那个 Circle，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买点去买的，包括 APP 也是前期由黄带转紫带后回调去找绿灯买点，基本都是这么去买到的。而现在的英伟达也类似突破了左边的高点，并且飘带呢是紫色的，离飘带还比较近，回踩之后出现绿灯，那么这呢作为阿哲的一个趋势交易当中比较想要去找到的点，所以这一天构成一个买点。买到之后呢，它就保持绿灯就行了，它不要出现红灯，那么就整体趋势依旧顺势而为，顺势看涨。低点支撑
是187.825，高点压力是190.88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BGO。博通呢前期出现了一个紫色带的下跌，我们说下跌破紫色带，它说明这个调整是很强劲的。对于本次的上行趋势当中，一不小心趋势就要走出反转或者走弱。而破位的时候，关注破位的第二根 K 线，两根里面取最低的低点。好，这个低点在这里没有被跌破，那么它就是一个支撑；而它被突破，则构成一个趋势绝处逢生的买点。当时这一点我们是有讲到，作为买进。买进之后呢，它整体的走势偏弱，没有有效向上飘在之上，而出现了一个回落。但是因为它没有跌破这个低点，所以我们依旧认为它处于绝处逢生的一个节点上，只是这个资金还未有明确的一个反应。连续调整几天之后，目前出现一个绿灯，所以重新站上飘在之上，没有出现明显压力。这一天可以构成再次的价仓点买点。不过这个买点它不能算是特别的好，但还 OK 了。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它后面可以突破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个关头阴线，关头阴线的低点到目前为止没有被有效跌破，这说明这个关头阴线是一个出货的概率不是很大，所以当下这根绿灯是可以做买进的。它一出现这种阳线之后，离这个关头阴很近了，后面只要出现收盘过这个关头阴线，你可以做一个加仓点。唯一要作为小心的就是你的防守位呢就不放在这里了，把防守位上升到哪里呢？升到这个关头阴线的低点。我们要稍微注意的是，买进之后要突破关头阴线，它如果不突破，反向跌破关头阴的低点，那么这构成止损，要离场，要小心。这里真的有可能是一个下跌反弹啊，它是一个高点。除了这种可能之外，我们的博通这个低点啊，就看它是本次大幅下跌之后的一个波段低点，那么这里将是一个波段启动行情，所以我们可以做2次的买进。下一次买进呢，将是突破关头阴线的高点，作为第3次的加仓。而我们的防守位目前上移到关头阴的低点，也就是335.25啊，这个低点作为你的止损价格。如果后续收阴跌破，再做止损。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预测值，目前是绿灯啊，那么低点支撑今天是339.06，高点的压力是352.98，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MD 呢，最近是比较强劲的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上涨之后呢，出现略微的一个震荡，是一个运线，运线后直接出现上破，3根 K 线构成了这种运线后的上破，所以是很强劲的。这一天构成短线的买点，它的运线是有量的，突破也是带量的，所以整体来讲，它可以作为短线的追涨点。这一个追涨点呢，刚好是在前高这里啊，直接把左边的这根长上影线都给吃掉了，把它的抛盘给消化了。所以目前 MD 啊可以构成短线追涨，但它不是阿哲所特别想要的买点，因为我更想看到是飘带后。它这里出现的是盘整，而后飘带靠近啊，出现调整之后，在这附近找的买点会更好一些。而当下呢，只能做短线追涨，仓位呢不用放太多，更多的是等后续调整震荡后，再寻找波段的回踩加仓点。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223.128，高点压力是248.302，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在回踩飘带，它这里其实也是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趋势绝处逢生，一波上涨由黄带转为紫带，回踩破了第一天，破了第二天啊，这个地方就不能再跌破了，刚好是一个蓝 K 突破，所以我们上次的买点呢是在这个天买进的。买进之后，目前走了一波加速后的盘整，盘整的时候呢，飘带在靠近，还在发上，所以趋势没有问题，整体都没有红灯出现，这个调整啊还是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温和的。再转为绿灯，则构成买点。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绿灯怎么出现，高点压力是155.615，今天如果收盘突破这个价位，就会构成绿灯，那么就会构成只飘在上的再次加仓点。低点支撑呢147.005，关注这个数值。不过哪怕有红灯，问题也不大，因为我们的飘带在这里有支撑，走为红灯只会更为靠近飘带，依旧呢等绿灯买进加仓即可。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R 呢，它出现了一个大阴线下跌，并且是放量的，这个地方也是倾盆大雨，因为它的阴线啊也是没有创新高，而后防守跌破了它的低点，是一个防守阴线，跌破到飘带上一个红灯之后就没有再接红灯了，所以飘带依旧有支撑，整体波段还是能够看涨。那为什么标注的是红色块呢？
因为还在担心一个事情，就是高点的压力。这个阴线是放量阴，所以它的高点压力会比较强。如果3根阳线走势是这样的话，它不能去突破，那么这里是有可能走下跌三法，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当下呢，更加看的是一个反弹，没有绿灯，没有突破这个阴线高点之前呢，整体 PLTR 就不随便的看涨。这个阴线的量能放得太大了，还是有点风险的。我们看一下预测值能不能突破阴线高点，并且出现绿灯。关注低点支撑，今天是182.38，高点的压力呢是185.44啊，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oin 最近的走势很强劲，而在一波强势的上涨当中出现了黄 K， 就说明这里是波段超买。我们说波段超买呢，你要等待市场的一个风险释放。那这一天呢，就是属于风险释放了一下，它跌破了左边的高点，而后出现一个红灯 K 线，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减仓。我们前期的买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跟Circle的买点啊，出现了一个黄带转为紫带，股价下跌，破位第一天，破位第二天，2根里面取低点是支撑。高点突破，这一天为一个买点，买入之后出现了一波短线的加速上涨，而当下是出现了一个减仓的信号，那么可以去部分离场，部分止盈。那么目前的一个股价走势还是波段看涨，而当前的绿灯可以构成买点吗？其实你可以构成买点，但这个买点呢不能买太多啊，因为它虽然是绿灯，但这里其实是一个防守线。这一天是上涨的，虽然说它当天是阴线啊，但也可以算啊，它是一个上涨的。然后第二天呢是收阴跌破，并且当边下跌了一天，所以它的高点作为一个压力，这个位置的收盘价没有过去。如果它能够过去，而后收绿灯，就可以作为正常的看涨点。当前没过去，所以可买可不买。单纯以红绿灯来看，也可以做买进，但是这里的压力没有过，所以有点风险，不要买太多。我们等它过去了，作为一个买点。下一个绿灯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381.453，高点的压力396.307，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TER 也是波段上涨，趋势飘带呢一直保持的是一个紫色带。那你会发现这个买点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趋势逢升。当一个趋势飘带保持长时间的紫带的时候，它不会说每次都是微微的调整，那样的话呢，很难去做比较好的洗盘。那么怎么样才是比较明显的砸盘行为？就是跌破飘带啊，跌破1根，跌破2根，然后呢它不跌了，或者说它有个支撑，就是2根里面的低点，好，这里不跌破，整体的一个下跌幅度可以意味着它是一个砸盘的可能性会更大。而后短期快速的突破，并且站上飘带，那么作为一个再次的买点。后续市场走出了再次的上涨，而正常的调整它是不跌破飘带的，甚至都不碰飘带。所以这个红灯呢，虽然是个强势顶分型，风险比较大，但因为它的飘带有支撑，都没有碰飘带，所以这个红灯只能说它是往飘带有一个回调需求，需要有一个调整，比较深的调整，但不代表趋势的一个反转。当下如果再出现这附近的绿灯，依旧呢可以作为波段的看涨点。我们看一下低点支撑，今天呢是142.4，高点压力是147.079，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依旧保持红灯，保持无绿灯的状态，那么这里呢就依旧看对飘带的一个调整。目前飘带的一个上沿是在136.826，这个作为波段的支撑，第一个支撑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ore 位为什么说它处于波段的一个加仓买点啊？因为市场在这一天大幅的高开，它这里是没有出现一个好买点的。股价这一个回调到飘带附近产生了上涨，正常这个绿灯是作为波段买点，但因为它瞬间高开太多，上涨太多，而且是一个长上影线，所以我们说这一天去买进呢，它很容易买到高点上。市场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再次的调整，调的过程当中补了一下缺口，但没有收阴跌破，所以有所支撑，飘带呢也有支撑。在昨天出现了反包阳线，站上飘带之上，底下呢开始有所放量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涨。好，低点的支撑作为135.605，高点压力是145.175，只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那么这里波段依旧维持看涨即可。按这里如果再次立马出现红灯，就要小心了，因为绿灯转红灯快速的转换，它一般是要作为风险的信号的。而除此之外，保持无灯，保持绿灯，我们这个买点就维持波段看涨。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是连续性的绿灯，中途有调整，有黄 K， 但整体来讲呢是没有太多的红灯基本没有红灯出现所以这个地方属于震荡横盘，是一个窄幅的箱体。
那当下出现再次的绿灯，所以再次呢我们构成看涨，但是这个地方的方向性啊还不能算是特别的明确，它一直在盘整啊，在前高附近啊一直在盘整，所以说明这个抛压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它的调整力度不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它有可能用时间来换取未来的空间。飘带目前比较宽，所以支撑比较强，这里向上的概率会比向下的概率呢要大一些啊。当前没有红灯、绿灯，所以就依旧维持看涨，这里也可以构成买点，但不算是很明确的一个买点，因为阳线实体相对于之前来讲没有说特别大的放大。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257.085，高点的压力是259.4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FIG 这个股票呢，在上期视频周二呢是作为一位同学我们的一个个股标的啊，我们去分析的。前面这里出现了一个蓝 K， 而后突破，所以短线呢出现了一个反弹啊。当时我们说它是反弹，是因为它是一个黄色的飘带，所以它作为反弹。这一波上行过程当中，把黄转为了紫色，所以短线呢依旧维持着绿灯，那就维持看涨。但是更多我们要去注意了，飘带转为紫色，未来这里的一个黄 K 说明进入到了一个超买的一个风险，如果出现往下回调，那飘带会有支撑，后续是有机会走出波段行情的。那么目前依旧以短线来看，因为它没有回调，所以不知道这个支撑是否有效。它如果后续支撑无效，那其实就依旧是反弹。当下呢就保持绿灯，保持看涨，但到了黄 K 的地方已经不能随便加仓了，因为它说明进入到了一个波动的风险区，就像前面这里。如果黄 K 消失，黄 K 跌破，就往下要去寻找支撑，寻找再次的止跌 K 线。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66.8，高点压力是75.76，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近期呢是七巨头里面啊相对偏弱的，它出现了一个市场当中连续上涨，同时指数。它出现的情况是指数连续上涨，而它出现了不断的下跌。那么这种下跌会给到我们更好的低买机会，还是说它就彻底走弱了？当下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呢，飘带转为了一个黄色带，但还没有去试探是否这个压力是有效的，所以你无法去完全判定它的一个趋势会延续波段下跌，它有可能走的是一个很大幅度的震荡行情，这也不是说不行。因为它突破了高点之后呢，股价反过来又跌破了一个低点，所以这里是一个大的震荡，可能性是有的。所以这个黄色飘带会不会是压力，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关注的。价格走势它出现一个长下影线，而后反弹，这是我们上周的一个观点，就是它会走一个反弹，反弹的一个力度空间看能不能到这个飘带的黄带上，而后到黄带看有没有支撑，而后到黄带看有没有压力。如果有压力，那么就说明它容易走一个波段下跌，没有压力就说明它目前还是一个大的震荡行情。飘带的支撑和压力是在趋势有效情况下才具备效果。如果你发现飘带的支撑很快被跌破，或飘带的压力很快被突破，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就说明它处于一种比较大的震荡行情。而只有市场处于趋势的上行当中，你才会发现飘带会经常出现这种明确的压力，这说明它就是一个趋势下跌。当趋势上行时呢，它才会有明确的这种支撑啊，和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处逢生跌破2根 K 线会止跌的动作，它都只发生于趋势有明确的波段空间、波段信号、波段力度的情况下才会有。像你发现如果没有这个飘带被上冲下跳，它也没有任何的信号，没有效果的时候，就说明它很大概率是一个震荡行情了。那我们来判定一下，往上去走压力，飘带下沿的压力是736.37，而后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712.825，高点的压力是724.66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STR 就属于前期不断走的是一个黄色飘带，在跌破了止跌之后出现反弹，因为黄带的压力确认了它是一个下跌走势，后续黄带就产生持续的压力。最近呢出现了一波反弹，黄带压力好像消失了，直接被跳空过去了。目前止带呢它出现了一个支撑，虽然止带比较短比较浅，但大阴跌破之后快速有所反弹，有所支撑，那么也说明这个地方还是要去关注的。这根阴线很强悍，它也算是一个倾盆大雨的防守阴线，底下放出背的阴量前面也是背阴量，这种背阴量在低位出现，有可能是一种杀跌有一种砸盘吸筹的行为可能目前这波下跌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这种结构，
就是下跌反弹下跌，好，而后上涨打破了左边高点回调，这里构成了一个支撑，所以这里呢是在走一个反转结构的雏形，只是目前还没有完全构成有一个雏形啊。这个量能一打，刚好打到左边低点，这个筹码区止跌了啊，所以当前这里呢有继续向上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因为目前还是一个红灯嘛，所以阿哲标注的是红快啊，但是趋势已经有所改变，看到绿灯的产生，如果这里有绿灯出现，其实可以构成一个买点，看涨看反转的行情。预测的低点是326.55，高点压力呢是340.61，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有一点不好，就是趋势呢走浅了，或者说它走的相对的窄了。前期是慢慢的沿着趋势飘带一直往上走，没有出现砸盘，没有出现破位啊，目前也没有砸盘，也没有破位，但它的飘带由宽走窄，说明它在走的一个多头减弱，趋势呢变弱，这里稍微的一跌一反弹，那就容易转黄带转趋势，所以这里不是很强劲啊，它一直走震荡，后面迟早会转为黄带的，所以当下呢可以逐渐的减仓，而等待它的趋势再次的回归走强，我们再去重新的接回来，或者说继续的持股待涨也可以。当下处于红灯当中，因为它是个绿灯转红灯，重新跌破飘带，飘带的支撑呢在走弱，不断被跌破啊，所以相对有点变弱了，不算是做多的主要标的，波段呢也开始走弱，有可能要转黄带了。看到预测值，这里的低点支撑244.19，高点的压力是246.36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啊，亚马逊呢是走一个黄带啊，前期呢也是一个震荡行情，震荡之后下跌反弹到黄带上，你要看一下黄带是否有压力，如果有压力跌破再破低点，那这里将是一个趋势由多转空，将要走空方的一个行情了。目前在黄带这里还是比较强劲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依旧能够保持看涨，因为还是绿灯嘛，前面的蓝 K 突破延续反弹，黄带的一个上沿压力目前在227.178啊，这为压力，下沿呢是在222.858，如果在突破之后再跌回到黄带之下，这里呢将构成一个黄带附近压力有效的一个情况，所以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最好能够上穿回调转支撑啊，那么这个趋势呢就还没有彻底走坏。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23.205，高点的压力呢是228.74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SMCI， 我们之前也是在相对的低位用黄带转紫带回调，有做了加仓买入，那么现在呢一直出现了加速，一个黄 K 的地方跌破减仓，第二个黄 K 目前没有跌破，所以保持看涨即可。黄 K 出现，那么就说明还是处于波段的风险区间，等它消失调整，我们再去做加仓行为。目前维持持股待涨即可，等待黄 K 的反馈。低点支撑今天是56.63，高点压力是60.74，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10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